这两种划船的姿势，你属于哪一种？那这两种下拉呢？如果你的答案是 A 和 C， 那么我建议你仔细听。它们的区别在于 A 和 C 在做动作的时候，肩胛骨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，而 B 和 D 的肩胛骨则十分活跃，大开大合。可能大家平时练胸的时候，时常被提醒要收紧肩胛骨，那是因为对于卧推这类动作而言，肩胛骨作为力的支点，保持收紧的状态，才能确保动作的稳定性、安全性和力的传递效率。同时，这也能让胸肌获得更大的运动幅度，以及避免肩部代偿等问题。但对于练背而言，这样的逻辑就不适用了，因为练背的精髓就在于对肩胛骨的巧妙利用。如果你的肩胛骨还是像这样被封印住了一般去做动作的话，那么训练收益将会大打折扣。这是由于肩胛骨的几个主要功能都是由背部肌肉来进行主导的，比如上提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耸肩，是由斜方肌和肩胛提肌来控制；下翼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肩膀下沉，则是由下斜方肌来主导；后收和下回旋，则是由中下斜方肌以及菱形肌来进行主导。所以，当我们在练背的时候，只有让肩胛骨充分的活动起来，才能让背部大大小小的各种肌肉得到足够的伸缩刺激，而不仅仅只是做一个稳态的等长训练。就拿开头两个动作来举例，当我们做这种纵向下拉动作的时候，不论是引体向上、髋距下拉、窄距下拉，或者是直臂下压等，在动作末端的时候，都要顺着阻力的方向把肩胛骨往上送，想象用你的三角肌去贴耳朵，但背部肌肉也不要完全放松，都是一点劲儿。然后在动作顶端的时候，肩胛骨下回旋、后收并用力下沉。增加一个这样的过程，不光能让负责主要发力的背阔肌在动作末端获得更大的延展长度，还能同时让辅助肌群也一并得到更强的刺激。同样的，对于各种角度的这个划船也是如此。动作末端把肩胛骨完全打开，做一个充分的前引，然后在动作顶端用力后收并挤压。不过这里需要提醒一点，如果打开肩胛骨的时候容易出现弯腰，那就调小重量，先找找感觉，要确保不论肩胛骨如何移动，腰都是板直的。所以下次训练的时候，你要记住，练背的精髓就在于肩胛骨的移动，这句话圈起来要考。